普通人考试 vs 手账考试。普通人拿出试卷。是一场数学考试，只要在倒计时结束前完成这些超简单的题目就好了，洒洒水啦。手账人拿出试卷。哇哦，全国手账儿等级考试，这些题目全部都是跟手账相关的，这个考试也太有趣了吧！立马写上我的名字，美美准备开考啦。普通人开始考试。好紧张，好紧张。怎么不对？这个音乐害得我好紧张。不是6吗？天啊，这么简单的题，我现在都好紧张。我都不会算数了。现在，如果你们也想玩这个考试的话，可以点点左下角，跟我一起挑战一下。我感觉你们应该5945，不是吗？你们应该很简单就能赢过我了，因为我现在脑子真的已经不会动了。这个音乐让我好紧张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它的识别有点居然没做完。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做完吗？手账人开始考试。开始做选择题，下列哪个人物是木子李？这不是送分题吗？第一个是卓大王，这个是乐多，很明显 B 是木子李啦。第二题，著名手账 IP 小麻薯属于以下哪个社团？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我们小麻薯可是手账女明星谁会不知道？当然是选 A 啦。接下来是填空题，写出4种手账本常用尺寸。我平时最常用的 Wix， 还有方方本，还有之前比较常用的 A6 本。还有一个 B5 拍纸本算吗？现在经常用拍纸本做报账式手账，应该算吧。第二题，写出任意4个手账社团的名称。这上面不是可以抄吗？不过我就是叛逆，我不抄，我要自己写。来一个肉球 meatball， 还有卓大王、阿玛莉莉丝，还有一个调调萌物社，是叫这个名字吗？我该不会写错吧？接下来第3部分是连线题，正确连接社团及其 IP 形象。有4个 IP， 第一个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社团，你们知道吗？是这个布丁。这个是提拉多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这个小女孩是橙子手账的，还有这个超可爱的熊熊，就是有熊手账啦。最后一题20分的创作题，请在以下区域创作一篇紫色系手账。这么一块小小的区域，那就来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紫色 mini 手账吧。先来个美美围边，再贴上提拉多的紫色素材。紫色系排版完成了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快点给我的创作打个分吧！当手账博主，让闺蜜参加手账考试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约了闺蜜今天来我家玩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我偷偷准备了一份手账试卷，坐等她来做题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来啦！来，进来，快坐下。你的考试开始了。什么考试？全国手账儿等级考试。可是我平时都不做手账的耶。这就考验你平时有没有认真看我的视频了。如果你可以考到80分，我就请你喝奶茶。有奶茶 ，OK， 我做。OK， 我们开始考试。第一题填空题，根据拼音写出正确的手账相关词语。这个，小学程度我是没问题的。笔包，应该是正确的吧？点点胶，花边剪，剪是怎么写？便签，这个最简单了。你是便签的签怎么写吗？便是怎么写？这里吗？你这是节目效果还是什么？你把我笑死。便签，好，第二题，根据胶带写出对应的手账 IP。我怀疑你这道题是在整我，居然还有填空题。很简单的，这几个都是超级有名的。说实话，我貌似只认识这2个。那你先写。是你吧？然后走到，然后这2位是？等一下，我刚才写你这个反应，我自己要不4个都写错，总有一个是对的。要不这样子？然后剩下这2 2个个你是完全不会吗？完全没有头绪吗？没有。是为了激怒监考老师。好，然后我们来选择题。选择题第一题，下列选项中哪个手账社团不是真实存在的？直觉告诉我吧，这个 A 这么正式，应该不是你吧？其他写的都不太正式。这好，继续下一题。小麻薯魔法系列分为冰之书、炼之书、蜜之书和什么？既然有冰，那自然应该有火了吧？我突然发现怎么样？上面这2位该会有一个是小麻薯吧？你猜？要不反正猜错了，跟没填一样的分。好的，继续。第3题判断题，判断胶带与其下方的 IP 名称是否正确。前面写了个木子李跟他长得不太一样，那就先写的错吧。好机智。然后这里出现了3个，要不我在这3个里面选一个填你。好机智的考生，好机智。我决定就选一个最长的吧，虽然我也不知道。既然这里写了，那这个就差吧，反正你们长得也不一样。然后4道题嘛，2个错，就2个对吧？好，最后一题。
题创作题，请在以下区域创作一篇手账，无限制，可自由发挥。这位考生先拉了个蓝色的花边，为什么他瓜割不断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又选了蓝色系的小麻薯胶带，放大，嘿，最后加点文字。啊！展示一下最后的成果。你们猜这次他能考几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上期视频我让闺蜜参加了首张考试，结果她疯狂翻车。这是怎么写？呀，这是怎么写？做题全靠蒙。上面这2位该会有一个是小麻薯吧 Hello。这一期出卷，老师要给他批改试卷了。填空题，笔刀这个是对的，点点胶、花边剪，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便签也是对的。好，这里有20分，至少不要0分。然后这一题，首先我想告诉你，你这个木子李本来是写对了的，然后你又说又要换过来，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是木子李，这个李，这个卓大王他叫小麻薯，他才是卓大王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其实它是肉球，哎呀，对了，对，没完全对，是完全没对的。选择题，下列选项中哪个手账社团不是真实存在的？然后其实 A、B、C 都是真实存在的。D 它本身应该是提拉多，然后我改了个名字叫提多多，所以这个才是选项。小麻薯魔法系列分为冰之书、炼之书和蜜之书，还有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你的答题思路很正确，你说有冰之书，所以一定会有火之书，我就是根据这个思路编出了这个错误的答案。我谢谢你。但是其实正确的选项是 A，所以这道题是这个也是0分。然后判断题，判断胶带与下方的 IP 名称是否正确。第一个阿玛丽丽丝，其实它是对的。这个橘子女孩其实她叫橙子，然后我编了一个橘子女孩，所以它是错的。然后这个其实是跟小麻薯出自同一家公司的，它叫奶盖熊，有熊是另一家的，所以这个也是错的。但是最后一题对了，这个不是木子李，好，所以它是加5分。这个是闪闪。最后一题创作题，其实我觉得是做的挺好看的，这个就交给你们打分吧。Nice。现在的一个成绩是20加0加0加5，所以就是25加一个等待你们打分的创作题，最后的成绩就由你们决定啦。你们会给他打几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之前我让闺蜜参加首张考试，结果她考的。现在的一个成绩是20加0加0加5，所以就是25。不服气的她苦学首张知识，决定再考一次。试卷给你准备好了，这次我一定会考好的。上次你说考到80分就请我喝奶茶，这次有什么奖励呢？早就准备好了。我买了这款玉兔红玛瑙手链，小众的国风设计，又甜又萌，还融入了铜钱跟福牌的元素，以及可爱的玉兔造型，寓意着招财纳福、前兔美好。只要你这次考到80分，这个就送你啦。这个红玛瑙手链光泽好好哦，不会很贵吧？还蛮衬肤色的。同款就在评论区，得物只要100多一些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，还是品牌直发，有正品保证。现在活动很多，美妆护肤也比平时便宜不少。上次考试翻车后，我回去可是有好好看你的视频的，这次我一定能成功把奖品带回家。开始了，选择题，下列哪款胶带与小麻薯属于同一社团？哈哈，这个我会，因为我记得上次好像做过，是你，是吧？我还记得你的名字，白盖熊。好，好，第2题，下列哪个人物是卓大王？哈哈，这题应该不会猜错了吧？我记得上次把小麻薯认成了左大王，真的是尴尬。是你，等一下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。继续下一题。第2题填空题，请根据提示补全首站 IP 的名称。这个阿玛丽哪里来的？读法我记得是这个，可是是不是这个丽？是不是呢？这么说吧，这个我也记得，上次你还骗了我，他应该是这个拉吧？然后就是刚刚说跟小麻薯一个社团的，是你，然后肉球，哈哈，上次写错字，那个尴尬，这次不会错了，确定这个我认识吗？这个比较难啊，切，随便猜一个吧，切糕吧，切西瓜吧。好，继续写出任意4个手账工具的名字，这属于送分题了吧？笔包，然后便签，我这次记得这么写了，然后还有，没错，也是上次写过的，点胶，最后是做手账必备的胶带，是吧？判断题，判断胶带与下方的 IP 名称是否对应正确。第一个好像是小麻薯吗？是吗？是吧？我不知道，肉球，我不知道肉球长什么样子，先跳过。多多酱是谁？我好像没见过你，跳过。然后我想提问老师，你的李是特意写错的还是被你发现了我的陷阱题？这么说就是错的。然后按照上一次的逻辑呢，2个错应该2个对，可是为了提高正确率，不知道的我打算一律全错。最后一题创作题，请在规定区域内创作一篇手账，无限制，自由发挥。又到了做手账环节。这位考生先围了个绿色花边，再撕下同色系的可爱贴贴，最后贴上点小装饰，创作题就完成了。这次他
他能考及格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上期视频我又把闺蜜拐来参加首张考试，她表现的信心满满，这是我一定会考好的。而结果下列哪个人物是卓大王？这题应该不会猜错了吧？是你。等一下，肉球，我不知道肉球长什么样子，先跳过。多多酱是谁？我好像没见过你，跳过。那么今天就来看看他到底考了几分。OK， 那么又开始审判时刻了，来批改试卷吧。第一个，下面哪款胶带与小麻薯属于同一社团？其实就是这个 B， 奶盖熊，这个是对的。好的，10分到手。然后下列哪个人物是卓大王？信心满满的选了个 D， 但是其实这个是肉球啊，他不是卓，我怎么记得他是卓大王 ，A 才是卓大王，所以选择题是10分。然后填空题，根据提示补全首站 IP 的名称，阿玛丽丽丝是这个丽。然后提拉多、奶盖熊、肉球、木子李都是对的。然后切糕什么鬼？其实是切尔。不认识。这个是稍微比较小众一点的社团，但是也很可爱。然后送分题，写出任意4个手账工具的名称：笔刀、便签、点点胶。其实我在想，胶带算手账工具吗？不是，算了，算就算吧。考官居然都不知道，过分。那就是扣了10分，就是这里有40分。好的，以上是高分了，已经高分很多了。判断题，判断胶带与下方 IP 名称是否对应正确。第一个，你说的对，这个是小麻薯，所以这个是对的。哇，好棒哦，我觉得猜对了。然后这个也不是肉球，这个是对的。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，是叫米米。然后这个多多酱其实是对的，这个就是多多酱的酱。最后这个墨子李陷阱题，其实是这个李上次考试也说过了，所以这题也是答对了的。那这一题就是加7.5。最后又是一个创作题，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也是做的还挺好看的一个纯绿色系的手账，也是交给你们打分啦。那么最终的分数就是10加40加7.5，就是57.5，7.5加一个等待打分的创作题，估计及格肯定是没问题了，进步了很多。好的，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进步。还有3.0啊。那么你们想看首张考试3.0吗？